你在家炒不出飯店味兒，根本不是你手艺差，你媽做了30年飯，可能连鹽什麼時候放都錯了。同樣的鹽，同樣的油，同樣的菜，同樣的鍋，你放早1秒肉变焦皮，放晚1秒菜变草渣。你每個月花幾千塊下館子，不如今天花3分鐘把放調料的時間玄學搞明白，看完你在家炒的菜比樓下館子還香。很多人覺得飯店菜香是因為人家火大調料多，錯，人家火再大，你在家也能复刻80%味道，靠的不是什麼秘方，是2個你上學時學過的物理反應。第一個叫美拉德反应，說人話就是肉下鍋那一聲滋啦響，表面變金黃焦香，那股讓你流口水的香味就是蛋白質和糖在高溫下談戀愛，生出幾百種香味分子。这個反應有個門檻，溫度要到140度以上。第二個叫萊頓弗羅斯特效應，鍋燒到冒煙再倒油，鍋底溫度超過200度，食材一下去，表面的水瞬間炸出一層蒸汽膜，把菜拖在鍋上，不粘不糊，還能快速鎖水，肉嫩菜香。別覺得這是什麼大廚秘方，這倆反應你家灶也能做出來，就是把鍋燒熱再倒油，就這麼簡單。搞懂了這個，你就贏了一半。接下來是真正的核心，每個調料什麼時候放，差10秒，味道都天差地別。首先說最普通的鹽，這東西看着簡單，其實最坑人。它有個本事叫滲透壓，你炒肉剛下鍋就放鹽，鹽會把肉細胞裡的水硬生生給你抽出來，你不是在炒肉，是在給肉做脫水，炒完又柴又硬，咬着像嚼旧鞋底。正確的時間是肉下鍋炒到變色，表面的蛋白質凝固了再放鹽，這時候鹽只會滲進去一點點，剛好入味，還鎖着肉裡的汁水，外焦裡嫩。炒青菜就完全反過來，一定要臨出鍋前幾秒放鹽，青菜細胞壁薄得像紙，鹽放早了水全出來，你不是炒菜是煮菜湯，炒完軟塌塌的沒一點脆勁。煲湯更講究，鹽要等出鍋前10分鐘再放，一開始就放鹽，肉裡的蛋白質提前凝固，鮮味全鎖在肉裡出不來，湯喝着跟刷鍋水一樣淡。記住3句話，肉變色了放鹽，青菜出鍋放鹽，湯最後放鹽，不是建議，是鐵律。然後是醬油，很多人一瓶醬油炒所有菜，那能好吃才怪。生抽管鮮，老抽管色，倆東西幹的活完全不一樣。生抽要想香，絕對不能菜快熟了才倒，要油熱的時候沿着鍋邊滋啦一下淋進去，高溫瞬間把醬油的豆香激出來。飯店那股鍋氣一半都是這麼來的，你等菜熟了再倒生抽，溫度不夠，炒出來全是生醬油的豆腥味兒，菜都毀了。老抽是上色用的，要在菜炒到一半的時候放，給它時間慢慢染顏色。紅燒肉那種油亮的醬紅色全靠它，放早了顏色發黑發苦，放晚了顏色浮在表面，看着就沒食慾。接下來是蠔油、味精、雞精，這仨是出了名的怕熱，它們的鮮味全靠谷氨酸鈉，這東西超過120度直接變成焦谷氨酸鈉，鮮味全沒，還發苦。你是不是炒着菜大火咕嘟的時候倒蠔油？恭喜你，你倒進去的不是鮮味，是苦味素，白瞎了那麼好的蠔油。正確的時間是關火前出鍋前倒，用鍋裡的餘溫翻2下就夠了，鮮味一點不跑。順便說個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識，蠔油開了瓶一定要放冰箱，常溫放會壞，會產生有害物質，別圖方便放灶台邊上。再說說蔥薑蒜這3兄弟，90%的人都放錯順序，是不是每次炒菜抓一把蔥薑蒜一股腦全扔進去，結果蒜糊了發苦，蔥焦了發黑，薑還是一塊生薑，什麼味兒都沒出來。正確的順序永遠是先放薑，再放蒜，最後放蔥。薑最耐煮，冷油的時候就可以下，慢慢炸出薑的香味儿。蒜最容易糊，等薑炸出香味儿了再放。蒜炒到微微發黃，立刻下煮菜，晚個10秒就糊給你看。蔥最娇氣，等菜快炒好了最後放，翻個2-3下就出鍋。蔥香是清的，煮久了不僅沒味兒，還會發臭。順序錯了，你放再多蔥薑蒜也炒不出香味兒。然後是醋，大廚放醋從來都是放2次，你只放1次，當然不好吃。第一次叫烹醋，油熱的时候沿着鍋邊倒一點，高溫瞬間把醋的尖酸燒沒，只留下醇厚的醋香，給整道菜提味。第二次叫點醋，出鍋前淋幾滴，保留醋的清爽酸味，解膩提鮮。炒土豆絲、糖醋排骨、醋溜白菜，少了哪一次都不對味，要麼只有酸味沒香味，要麼發甜發膩沒靈魂。記住，熱油烹醋是為了香，出鍋點醋是為了酸，缺一不可。最後說各種乾粉調料，脾氣一個比一個怪。
白胡椒粉去腥，一定要出鍋前放，煮久了香味全跑，還發苦。煮魚湯最後撒一點腥味，瞬間沒。黑胡椒香味重，適合煎牛排、炒牛肉，可以醃肉的時候放，也可以出鍋撒。花椒粉、辣椒粉的香味，高溫煮5分鐘就全沒了，只剩苦味，一定要出鍋前撒。13香、五香粉這種複合香，要在加水之前放，用油先煸一下，香味才出得來。等水開了再撒，跟往菜裡撒土沒區別。孜然粉是燒烤靈魂，肉快熟的時候撒，翻2下就出鍋，香味能飄半條街。最後是水澱粉勾芡，一定要出鍋前淋邊快速攪，湯汁瞬間裹在菜上，亮堂堂的有食欲。早放了澱粉沉底結塊，炒成一鍋漿糊，怎麼都救不回来。你看，做飯從來不是憑感覺瞎放，每1秒的時間差，每1度的溫度差，背後都是化學反應在起作用。大廚不是天生手巧，只是把這些規律摸透了。以前你覺得人家炒的菜香是有什麼不傳的秘方，其實哪有什麼秘方，無非是鹽什麼時候放，醋什麼時候倒，這些沒人告訴你的小細節。今天把這些都告訴你了，下次做飯別再手忙腳亂，什麼都一股腦往鍋裡扔。按這個時間來，你在家炒的菜真的不比飯店差。以後再也不用花冤枉錢下馆子，自己做的乾淨衛生，還合自己口味，吃着也放心。有一種虫子，尾巴上有一把鉗子，它会專门趁你睡覺鑽進你耳朵裡產卵，最後活活把你的腦子吃空。遇到它一定要第一時間拍死。小時候是不是有人這麼跟你說過？今天我要告訴你，這個嚇過幾代中國人的傳說，從古羅馬時期就已經開始騙人了，騙了差不多2000年。這種蟲子的學名叫衢蠅，屁股上頂着一對像鑷子又像剪刀的鉗子，看一眼就讓人起雞皮疙瘩。它的英文名叫 earwig， 直譯過來就是耳朵蟲。那它到底会不会鑽進人耳朵？很遺憾，還真有極少數記錄。2021年，醫學期刊 Curious 就發表過一份真實病例，一名24歲的男子半夜被耳朵裡的異響吵醒，醫生用耳鏡一看，真的有一隻衢蠅在裡面爬。但這裡有個關鍵信息你必須知道，科學家翻遍了將近10個世紀的文獻，能查到的類似案例總共也就1、2例。它不是衝着你的腦子來的，它只是喜歡陰暗潮濕又狹窄的縫隙，你的耳道剛好符合這個條件，純屬誤闖，絕不是預謀。至於鑽進大腦產卵，把人吃到發瘋，這在解剖學上根本不可能，耳膜和顱骨會把它死死擋在外面。這個謠言能騙人2000年，靠的不是證據，是那對鉗子長得實在太像兇器了。說到鉗子，這才是衢蠅真正被低估的地方。它尾部那對鉗子並不是擺設，而是一套一蟲多用的工具。求偶時用來卡位示好，遇到天敵時張開嚇退對方，挖洞的時候還能當鏟子使。更有意思的是，雄性的鉗子是彎的，雌性的鉗子是直的，光看這对鉗子的形狀就能分辨公母。這是很多昆蟲愛好者才知道的冷知識。如果你覺得鉗子已經夠意外了，那接下來這件事兒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這只臭蟲子的印象。衢蠅的後翅是整個昆蟲世界裡折疊精度最高的翅膀之一，展開之後的面積能達到收起來時的10倍以上，而且全靠翅膀關節自身的彈性完成折疊和展開，不需要借助任何肌肉發力，展開後還能自動鎖定，保持平整不塌陷。這套結構複雜到超出常規折紙的規律。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研究團隊專門做了益蟲多年的研究，把成果發表在了頂級期刊《科學》上。他們照着衢蠅翅膀的折疊方式，做出了可以自動展開、無需外部驅動裝置的3維打印結構，未來有可能用在衛星太陽能板、可折疊帳篷，甚至醫療支架上。一只被你嫌棄的牆角蟲子翅膀裡藏着的力學智慧，直接被頂尖工程師搬進了實驗室。這事兒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荒謬，又有點浪漫？如果說翅膀是衢蠅的硬實力，那當媽媽這件事兒就是它最柔軟也最讓人意外的一面。在昆蟲的世界裡，絕大多数物種產完卵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能照顧後代的種類少之又少，而雌性衢蠅會把卵產在土壤或石塊下的小洞穴裡，然後趴在卵堆上寸步不離，定期把每一顆卵舔一遍，目的是清除表面的真菌孢子，防止卵被感染腐壞。这個過程通常要持續數週，期間它幾乎不出去覓食。等幼蟲孵化之後，它還會繼續照顧一段時間，甚至反芻食物餵給幼蟲吃。這種投入程度在昆蟲界確實非常罕見，也是學界公認的衢蠅能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上億年卻始終沒有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這份母愛也有讓人唏噓的轉折。
隨着幼蟲逐漸長大，一部分渠搜種類的母親態度會明顯轉變，甚至可能對遲遲不肯離巢的幼蟲表現出攻擊性。學界目前認為，這可能和食物資源有限，需要促使幼蟲獨立有關，具體機制仍在研究中，並沒有一個絕對定論。我倒覺得，這種反差恰恰說明自然選擇從不講情面。母愛在這裡更像是一套精密計算過的生存策略，而不是我們習慣用人類情感去腦補的溫情故事。再說說很多人容易搞混的一點，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出現紅腫、水泡甚至潰爛，請先別冤枉渠搜。渠搜沒有毒腺，也沒有毒牙，體液不具備腐蝕性，被它的鉗子夾一下，最多是短暫的刺痛感。真正會造成皮膚灼傷的是它長得有點像，卻完全不是一路的隱翅蟲。隱翅蟲體型更小，通常不超過1厘米，體色黑黃紅三色相间，體內含有一種叫做隱翅蟲素的強酸性物質，一旦被拍死在皮膚上，酸液接觸皮膚才會導致灼傷和潰爛。而渠搜體長大約1到2厘，通體深褐或黑色，尾部有明顯的大鉗子。只要記住這2個特徵，基本不會認錯。還有一個數字可能會讓你重新掂量一下這隻小蟲子的分量。渠搜所在的革翅目昆蟲化石記錄能追溯到至少1億多年前，最早的近親類群甚至可以追溯到3疊紀，比恐龍出現的年代還要早。也就是說，當你的祖先還沒出現在地球上時，這種長着鉗子的小東西已經在用同樣的方式挖洞、護卵、捕獵了。地質年代翻篇了好幾輪，氣候變了又變，它靠的不是體型大，不是速度快，而是把護卵這件小事兒做到了近乎偏執的程度，才換來了如此漫長的生存資格。從生態角度看，渠搜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益虫，它是杂食性昆虫、蚜虫、螨蟲这些農業害虫都是它的主要獵物。歐洲不少果園甚至會主動引入渠搜來控制蟲害，把它當作天然的生物防治手段。當然，凡事都有度。如果家裡渠搜數量過多，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它們確實也可能啃食綠植和紙張，這時候適當清理是合理的，不必神化它，也不必妖魔化它。說到這兒，我想問問屏幕前的你，你家有沒有真的遇到過渠搜？當時是一腳拍下去，還是把它請了出去？評論區聊聊，說不定你的經歷比我講的這些知識點更有意思。寫到這裡，我更想說的是，渠搜的故事本質上是一面鏡子，照出的是人類對陌生事物的思維習慣。長得醜就默認它有害，喜歡鑽縫就默認它心懷不軌。可事實是，它守着卵射生忘死的耐心，它翅膀裡超越人類工程學的折疊智慧，都被一個流傳2000年的謠言徹底掩蓋了。下次你再在牆角花盆邊看見這隻曾經嚇哭過你的小蟲子，或許可以少一點條件反射式的恐懼，多一點點耐心，去看看它真實的樣子。畢竟很多讓我們害怕的東西，從頭到尾傷害我們的從來都不是它們本身，而是我們從未認真了解過的偏見。